川在哭。王一博在海拔5000米克服高反钻取冰心，只为这一句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又到3月21日，世界冰川日了。窗外春风轻轻吹过，可我的心却跟着那遥远的雪山一起微微发凉。去年这个时候，王一博第一次真正站在冰川上，那是他用脚步丈量出的承诺。今天，当我们再次提起来自冰川的信，开启篇，他的身影依然那么清晰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很多年轻人心里原本模糊的那片蓝白。他不是站在讲台上喊口号的那种人，他是真的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人龙巴冰川，戴着厚厚的护目镜，背着沉重的设备，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里，一铲一铲地清理冰面，一层一层地提取冰心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他那样，穿着科考服，脸上被高反折磨得发白，却还是咬着牙完成每一个动作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荧幕里闪闪发光的偶像，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会累、会疼、会坚持的普通年轻人。只是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回应地球的呼救。联合国把2025年定为国际冰川保护年，从那一年起，每年的3月21日成为世界冰川日。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日子，而是人类终于愿意正视冰川在哭泣的事实。冰川是我们星球最古老的日记本，里面藏着成千上万年的气候秘密。可如今，这些日记正一页页被撕碎、融化。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在过去几十年缩减了近1/5，很多冰舌退缩得让人心疼。那些曾经静静流淌的融水，养育了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，养育了亿万人的家园。现在，它们在变少，在变浑，在变急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冰川能开口，它会用怎样温柔又无奈的声音对我们说：我累了，好冷，可我还是想再撑一撑，等你们醒过来。王一博听到了，他在宣传片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冰川在融化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保护它，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短短一句话，像雪水一样清冽，却烫进了很多人的心里。记得去年他出发前，很多粉丝在评论区留言：一博，注意身体啊，高反很可怕的。他没有回复太多，只是默默去了，然后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有些事比害怕更重要。他克服了高反带来的头痛、恶心、缺氧，还是坚持和科学家一起钻取冰心。那根冰心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时，像一根时间胶囊，封存了地球过去的呼吸，也提醒我们未来的责任。这份责任不是扔给别人的，它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。冰川融水最终会变成我们喝的自来水，变成浇灌庄稼的河水，变成孩子嬉戏的溪流。当冰川一点点消失，下游的干旱、洪水、生态失衡就会找上门来。喜马拉雅山脉已经出现过几次冰湖溃决，村庄被瞬间吞没，生命在几分钟内灰飞烟灭。这些不是电影里的灾难，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痛。但好在还有人愿意站出来。王一博从 COP29 的中国青年代表，到 COP30 的中国脚形象大使，再到冰川保护的行动先锋，他一步步走得那么踏实。他没有把环保当成一次营销，而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。他在片子里说，青年不只是听众，我们可以是改变的一部分。这句话像一颗种子，落进很多年轻人的心里，生根发芽。想想看，我们平时刷手机、追剧、打游戏的时候，流量像流水一样从指尖溜走。可当流量遇见正能量，它就能变成力量。王一博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带动了无数人开始关注冰川。有人开始学着少用一次性塑料，有人开始骑共享单车上班，有人加入了当地的环保志愿队，甚至有人收拾行囊，去可可西里、可可托海做生态监测。那些原本觉得环保离我太远的人，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也能做点什么。这份温暖的连锁反应，让人觉得世界没那么冷。去年世界冰川日后，我看到很多留言，谢谢一博，让我第一次认真了解冰川是怎么回事。以前总觉得环保是别人的事，现在我想试试从自己开始。
这些话像雪山上吹来的风，带着清冽的希望。冰川在融化，可人类的善意也在慢慢苏醒。王一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身后有极地未来的团队，有温煦这样的青年探险家，有无数默默付出的志愿者。他们一起在冰面上架设了公民科学监测点，那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参与的眼睛。它记录温度，记录厚度，记录变化，就像给冰川安了一个小小的守护者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事做起，关掉不用的灯，拒绝多余的包装袋，把外卖盒子分类投放。这些小举动看似不起眼，却是在给冰川减轻负担。或者，你可以把这条关于冰川的科普转发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。你的一个转发，也许就点醒了另一个沉睡的心。有时候我会想象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的孩子问爸爸妈妈，冰川是什么样的？我们能给他们看一段真实的影像，而不是只能叹气说以前有，现在快没了。那该多好！王一博正在帮我们争取这个可能。他用行动告诉世界，年轻人不是只会消费流量的一代，我们也可以是守护地球的一代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是世界冰川日。或许你正坐在温暖的房间里，或许你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不管在哪里，都请停下来1秒，想想那些远在雪山之巅的蓝色巨人。他们在用最后的力量守护着我们的水源，我们的家园，我们的未来。而王一博已经用他的方式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。他爬上海拔，用双手触摸冰川的温度，用镜头记录它的脆弱，用声音呼唤我们的行动。他不是英雄，他只是一个愿意先迈出一步的年轻人。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我们可以从拒绝一杯多余的奶茶开始，从关掉待机一夜的电脑开始，从告诉身边人冰川很重要开始。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是对冰川的一句回应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在努力。冰川的信已经写好，它不是冰冷的警告，而是带着温度的恳求，请帮帮我，也帮帮你们自己。让我们一起把这封信读下去，传下去，直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同一个温柔的回答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在，我们会一直守护。又到3月21日。谢谢王一博，让我们看到青年可以有多勇敢，多温暖。谢谢每一个因为他而开始改变的你。保护冰川，让地球更酷。这不是遥远的梦想，而是从今天，从此刻就能开始的温柔约定。